浩瀚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你冲出房门奔向我，抱着我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我也曾经无数次幻想过你不爱我了，所以才选择不告而别。这2年时间里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。我骂过你，怨过你，求过神，拜过佛，什么方法我都试过。只要你能回来，让我怎么样都可以。可是为什么偏偏在我下定决心想要放弃你的时候，你就出现了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，你就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那里，全身上下都是伤。你让我怎么舍得放下你？可是浩瀚，2年了，我足足找了你2年，我太累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需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浩瀚，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吧？来吧。没想到我是第一个住进来的，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你一直在这住啊，我也不放心。走吧，新家都安置好了。这里是我和海山经常谈心的地方。可从他走了之后，这里就成了我最不敢面对的地方。但你现在看起来，已经克服了当年的阴阳。必须要克服，因为我肩负使命。你也一样。而且我觉得，海山也希望我们这么做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尽人意之事，但最终这些人和事，都可以成为重建我们的力量。每次当我想起海山曾经为了正义奋不顾身，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倒下去。我们必须要坚定自己的信仰。信仰能支撑我们活着，就能支撑我们站起来。
苏副书记，病人有没有基础病史？高血压、心脏病？好像有先天心脏病，别的没有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尽力抢救的。1次、2次、3次，肾上腺素，快！谁是家属？我是，他怎么样了？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爷爷，坐。哎，好。刘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她老公出了点意外，没能抢救过来。啊？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医师啊，刚才那是你朋友啊？算是吧。哎，爷爷，你挂上水好点没？哎，好多了。最近这感冒太多了，我们单位都一堆。年龄也大了，注意点啊。哎，我去交个钱，等我，别乱跑。哦，我想报个警，我们医院有个患者遗体，我觉得死亡不太正常。姐，你们派人过来看一下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抢救的程建才什么情况呀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公安局的警察。你好，患者送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就已经死亡了，而且不像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，患者的腹部像是被抽打过。我正在打电话报警呢。谢谢。这人呢？已经被家属送进殡仪馆了。郑队，程建才死了，他髓有问题，赶紧带人去殡仪馆。师傅，快点啊！别急啊，家里亲戚都到了。推快点，推快点！没事，别急。快点，师傅！家属先到隔壁等待，另外去把费用交一下，办理一下手续。啊，姐，我去。真胖。姐，着急也没有用，咱先坐吧。停止。刘荣上个月刚和程建才结婚。上一任老公失踪2年，刚发现死亡；这一任老公刚结婚没多久也死了。这刘荣也太……我说不上来。和他去医院的那2个人是什么身份？男的叫王陆阳，29岁，一家手机维修店的小老板，5年前来的江陵。女的23岁，宁玉欣，大学刚毕业，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，家里有个瘫痪的父亲。郑队，咱们先审谁？我们分成2组，同时审王陆阳和宁玉欣。先把刘荣晾一晾，不着急。联系死者其他家属了吗？联系了程建才的姐姐，他姐姐坚决不同意尸检。这样，孙权，你配合楚蜜堂，先从死者的外衣、尸表取样。是。楚蜜堂，你再做一做家属的思想工作。是。
警察同志，他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要是想杀他，我干嘛把他往医院送啊？王璐阳是你什么人？我男朋友。谈多久了？3个多月了。你和刘荣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昨天第一次见。第一次见。第一次见，你们3个就把程建才送去医院。我碰巧遇到了，就帮把手。那你和程建才认识多久了？有1个多月了，他是我客户。远洋保险。说个题外话，像我们警察买什么保险合适呢？看您差不多有30多了吧？那意外险和定期寿险都挺不错的。要是有孩子的话，可以考虑给孩子买个教育险。不过对于你们警察来讲，意外险才是刚需。那程建才的刚需是什么呢？他大晚上找你不是聊刚需，难道是有别的什么需求吗？没有，我们真的就只是聊工作。他着急给他太太买保险，又说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，我们才约到了晚上。那为什么非要约你家呢？外面太吵了，不适合聊工作。况且我家我男朋友也在。程建才是几点去的你家？晚上10点。你男朋友一直在家吗？没有，他回来都有点晚了，程总快走他才回来的。那你们聊得还顺利吗？这一单谈成功了吗？看来不太成功。说说吧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本来聊得好好的，但他好像是喝多了，聊着聊着就把手放到我大腿上。所以程总，您交给我们公司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小宁啊，这个合同怎么签，得看你们公司的诚意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程总，程总，我们公司的诚意已经很大了。不够啊，这远远不够。小宁儿，你们公司那么多小姑娘，我可是一眼就看中你了。救命！救命！你们谁呀？你他妈谁呀？干嘛呢？我们谈合作的，干嘛？放开我！老子妈弄死你！我承认，我们昨晚是发生了一些争执，但我绝对没把他推下楼。但你女朋友说是你把人推下楼的，怎么可能？她真这么说的？我不信，你让她当面跟我说。你刚才说你们发生了争执，因为什么起的争执啊？他欺负我女朋友，我一回到家，我就看到他把我女朋友摁在沙发上，我就过去把他踢开了。他没想到他不怕我，还想过来打我。所以是你们打架的时候，你失手把他打死了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是刘荣。刘荣，你意思程建才被他老婆刘荣打死了？你不信你去问他，他来的时候程建才是不是好好的活着？来，你自己看，看看你老公干的好事儿，是让我女朋友以后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人。这真的吗？是叔老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让我怎么办？这样，能不能把他先放了？咱们坐下聊聊。把他放了？那你们想怎么办？赔钱，100万。多少？100万！你们这是敲诈！敲诈！今天要是被扒光衣服的是你，你还觉得这100万多吗？就是，我女朋友受到的伤害是用钱能衡量的吗？
这100万是给你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你们要是不想要这个机会，行啊，我立刻报警。哎，不是，你老公的认罪书在这儿，警察一到，他肯定坐牢。你老公强奸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。蓉蓉，把钱给他们吧，我好难受。我哪来的钱啊？咱不是做过财产公证吗？我知道你有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见死不救，我跑来跟你收拾烂摊子，我见死不救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刘荣，又见面了。我没有那么想见你，每次见你都没有好事儿。我也挺纳闷的，2次见你，2次都有命案。尹浩瀚的死，你们查出来了吗？快了，查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其实我挺同情你的，上一任丈夫失踪2年，好不容易能开启新的生活，偏偏出来这么一档子事儿。郑警官，我也以为我以后的日子不一样，我也以为遇到了一个爱我、疼我的男人，但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程建才追了你1年多，对于你前夫的遭遇，你的消沉，他一直都很理解，也很包容。我想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真诚，你应该很难迈出这一步吧。我很后悔迈出这一步，因为结婚之后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咦？老公，这件怎么样？好看，好看。你看都没看就好看。那你看这套呢，是不是还挺有气质的，适合出去应酬？老气，看着比我姐岁数还大。这个呢？哎，这套好，这套适合你。这套适合你。哎，你烦不烦呀你？我都陪你看这么多套了，还挑3拣4的。哎，你自己在家什么都不干，是不是都我养着你呢？一个2婚的还想陪我出去应酬，心里有没有点数啊？回家待着去。不是你，装作对我很好，可还是惦记别的女人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他没有碰过我1次，却还要想着强奸别的女人。活该那个女人想杀他。你是说，是宁玉欣杀了他？没错。你老公的认罪书在这儿，警察来了，他肯定坐牢。你老公强奸这事要是传出去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。哎呀，行，我给。哪张卡里有钱啊？卡里没钱了，我都在公司项目上，公司出点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想赖是吧？不是，给不给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哎，别！我们给。那我管谁借啊？你姐？别跟我姐说呀，谁都别说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100万，我上哪弄去啊？我现在卡上还有10万，你那儿有多少？我能有多少钱啊？最多10万。20万行吗？20万行吗？不行，就100万。就100万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你这样，我倒还有个办法。哎，你在这儿不是有一套房子吗？把那套房抵给他们。你又不住，这房子租不出去还卖不了，你不行就抵给他们。哎，这房子可值100万啊！你们俩现在可以就去看，只要不把这个事儿说出去，
房子给你们。程建才，那是我前夫的房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惦记他呢？我命都快没了。你个畜生！你俩行了，我不管房子还是钱，只要给我，我立马放人，否则我一定把这事闹大。姥姥，你听我的，你带他们去。啊？行，先把房本压着，你跟我去拿。看进来。嗯。建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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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他突然就这样了。建才，建才，你醒醒，建才！不可能，这才几分钟，这个屋里只有你在，是你杀了他！不是我，你别胡说八道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人？肯定是你刚刚打他，肯定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我，是你，肯定是你，是你杀了他！一定是那个女的干的，走的时候人还好好的，回来人就不行了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你既然怀疑是他干的，为什么不报警？为什么着急火化程建才？说话！我当时吓懵了。被吓住了？我看未必吧。你不敢报警，是因为你也动手了。你不确定程建才是不是被你打死的？不，程建才是宁玉欣害死的。放屁！他压根就没带我去看房，我亲眼看见他把人打死了。那女的来的时候，程建才已经死了。这简直是谎话连篇。当他们三个一开始被问询，当我们问到程建才死亡之前，他们的供词几乎一致，就像串供了一样。当我们又问到程建才死亡的过程及原因，他们三个又各执一词，互相推诿。那你觉得他们三个谁的证词最可信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，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，但根据他们的行为逻辑判断，他们三个肯定有问题。当时根据抢救医生的说法，也能说明程建才的死亡原因并不简单。可咱们就是缺少有力的证据。治伤物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们现在的时间很有限，马上就要超过留置盘问时间。另外，程建才的姐姐程彩云还在回国的飞机上，她的要求是解剖必须经过她本人签字同意之后才能进行。难。要不先进行尸表检测试试。颅骨没有骨折，肩部也有擦伤和淤伤，肘部软组织有挫伤，但肿胀不明显，也没有严重反应。这不像是生前滚落楼梯所致，更像是死后被人推下楼梯导致的。他身上有滚落伤，而且肩部、肘部、膝盖有轻微的淤青和挫伤。他的胸腹部和肩膀部皆有抽打的痕迹，而且胸腹部抽打的痕迹更重，身上有大面积的淤青。主打中空，这是棍棒伤。朱明堂，拿尺子。凶器应该是一个长度30公分左右的圆形棍棒。腹部肌肉撕裂，鼻腔内有血痂，这说明血管和内脏都出现了破裂，应该是被人短时间内连续击打导致的。这处戳伤应该就是致命伤，肋骨断裂，扎穿了肺部。只要能够找到用棍子戳他的人，那这案子就能破。哦，这三个人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全儿，你看出来啥没？认罪书的确是程建才写的，至于是他主动写的还是被迫写的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有可能是屈打成招呗？哎，郑队，刘荣看过认罪书吗？看过，这就是另一个疑点。不管程建才是不是屈打成招，刘荣的反应都很反常。不是，不管动没动手，这么着急把老公烧了，这极反常啊！郑队，程建才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他是死后被推下楼梯的。啊？
全石、孙权，你们2个立刻去唐案发现场，看看现场的痕迹和谁的口供比较吻合。另外，找一下凶器。是。赶紧去。姐，我跟蓉蓉月底打算结婚了，所以今天我不同意。我们俩是真心相爱，这都谈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我希望你能祝福我。他明摆着是冲我们程家前来的，想进我程家的门，绝对不可能。建才，他这几句甜言蜜语也就骗骗你这个恋爱脑，他能骗得了我吗？姐，你可能是误会我了。这钱不钱的，我觉得不重要。我就是想跟建才一块把日子过好了。是呀，蓉蓉她不是那种人，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我是打心底里想要心疼她。你忘了他是怎么把他前夫克死的？这门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劝你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再和建才纠缠不休，我保证让你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哎，姐，你误会他了。哎呀，我没事。刘荣。刘荣。刘荣。我没事。刘荣。刘荣呢？刘荣呢？姐，你别喊了，我自己能行。哎，行吗你？给你把鞋脱了。啊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回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你回去吧。你准备搬过来的时候告诉我，钱我来出。好。刘荣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要不是我弟鬼迷心窍，我哪那么个贱货进我程家的门？她嫁给我弟就是图钱，现在捞不着钱急眼了，开始报复我们程家了。要我看，她前面那个丈夫也是让她这么给害死的。你们赶紧把她给抓起来，给她判死刑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还在调查阶段，请你平复一下情绪，不然没法聊。这个是尸检同意书，你看一下。之前我们就想联系你，征求你的意见，你说要等你回来以后再决定。现在可以签了吗？必须要解剖吗？尸检是我们现在破案的关键，我们都想尽快找到真相。我再想想。咱就不能白天来吗？非得晚上来？白天穿着警服来，小学生看到人心惶惶的。晚上来呗。哎，郑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郑队，戴法医，人多力量大嘛。郑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过来看看。戴法医，你虽然休息，可一天都没闲着。孙权怎么样？他们3个人的口供中都有提到这根按摩棒，有可能就是凶器。痕迹吻合，凶器应该就是这根棍子。郑队，
这洗衣机里面有台电脑，为什么把电脑藏在洗衣机里？说说吧。就放那儿了呀。什么时候放的？前2天。啊不，上个礼拜。放进去之后拿出来过吗？没有，就一直在里面放着。你扯什么呀？你前天用电脑登的微信，现在跟我说电脑放在里头1个礼拜没拿出来过，蒙谁呢你？里头的东西跟程建才有关吧？王洛阳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。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，不配合我们调查，你就在这一直待着吧。你知道现在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吗？那封所谓的认罪书不具备法律效应，不能成为证据，所以你说的陈建才侵害你女友的事实不成立。你还不懂吗？如果没有证据，那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，就不是一个突发事件。我们有理由怀疑是你们合伙作案，谋害陈建才，除非你能证明林玉欣真的被陈建才侵害。我们早就知道了，电脑被藏在洗衣机里不是平白无故的，我们也猜到了，里头一定有很关键的证据，但是我们没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由你自己亲口说出来，我们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。如果你真是个爷们儿，真的为了你女朋友，就应该不顾一切顾虑把证据拿出来，不仅仅是帮她，也是帮你自己。当然，如果你对她的感情都是假的，就……我把电脑藏起来，那是为了她好。我们找到的电脑是牛雨欣的，技术科的同事在里面发现了一段视频，程建才侵犯牛雨欣的过程被记录下来了，时间大约在12点，和嫌疑人说的时间吻合。为什么会恰巧录下来呢？林玉欣的说法，王洛阳那天晚上回来的很晚，他也担心陈建才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举动，所以他在中途打开了电脑的录像功能，所以恰巧把这一段录了下来。视频这么直接的证据，为什么他一开始不提？而且这个电脑还是被他特意藏在洗衣机里的。王洛阳觉得，虽然视频里程建才和宁玉欣并没有发生性行为，但是这段视频也是很不堪的。而且为了保护宁玉欣的尊严，他就让程建才写了认罪书。电脑里的视频没有来得及删除，他就把电脑藏了起来。郑队，你们送来的几组样本已经比对出结果了。案发现场提取到了他们4个人的指纹，另外1501门上的指纹是属于刘荣跟王陆阳的。看来刘荣真的带王洛阳去看房了。那么宁玉欣和王洛阳都在说谎。那个按摩棒上呢？按摩棒上只有1个人的指纹，是刘荣的。王洛阳说他也用那个按摩棒打人了，没有他的指纹。千真万确。刘荣的说法是他和王洛阳去看房了，回来之后人就死了，这也明显不对。难道他想栽赃给宁玉欣？宁玉欣说人是被王陆阳推下去的，但是实际上人是被打死的。她为什么要把嫌疑往自己男朋友身上引啊？王洛阳说还没看房，刘荣就把人打死了，但是150要有他的指纹，为什么他要隐瞒看房的事实呢？怎么这么复杂？总之他们3个人就是在互相推诿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怎么了？那个视频不是拿电脑录的，是用其他设备录下来以后存到电脑里的。案发现场应该还有一个专门录像的设备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电脑里的视频究竟是用什么录的？就是电脑，正好在那开着机就录下来了。一派胡言！视频是用针孔摄像头录的。你是什么时候把针孔摄像头藏在遥控器里的？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宁玉欣被侵犯，是不是你一早就设计好的？我们在你家遥控器里发现了针孔摄像头，摄像头是什么时候装在遥控器里的？我不清楚啊。不是你装的吗？我哪会安这种东西啊？这个东西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个结果吧，针对你所提到的，程建才在9月8号晚上来到你家，对你实施了侵犯，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。不是有认罪书吗？现场只有3个人，无法说明程建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认罪书。他是真心悔过，还是被逼无奈？目前这2种可能，我们更倾向于后者。他明明都侵犯我了，我差点都被他强奸了。他没有真正强奸你，但是又的确侵犯了你。所以，即便我们做活体检验，也无法证明你说的就是真的。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说的这些你都证明不了，那就是我有罪呗。林雨欣，不是我们需要什么，而是现在我们在想办法帮你证明你是无罪的。
如果案发当晚这个摄像头拍到了程建才侵犯你的过程，那它就是强有力的证据。你说的一切，那就是真的。但是，换个角度，如果这个摄像头是你们提前藏起来的，那意义就不一样了。这一切，是你和王璐阳提前安排好的吧？引诱程建才录下视频，逼程建才写下认罪书，逼刘荣给钱。这一切是你的主意，还是王璐阳的主意？这一切都是我提前设计好的。对，都是我提前设计好的。我需要钱。我撒谎了，人是我杀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爱我啊。不爱你？你们结婚那天晚上，你去见了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又改口了。这3个人一会儿互相推，一会儿又全认了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别急啊，大家，这更说明这3个人很有问题。程建才死了几个小时，他们就换了几套说辞。以我的直觉，他们很可能是提前串通好的。我同意老高说的，我们之前一度以为刘荣和他们是对立面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他们3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伙的。那就往前推，看看刘荣之前和他们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。这2份是乐平公寓1001和603的火灾前租赁合同。1001是2015年9月，租期到2017年9月，租户叫何欢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王璐阳的前女友。603叫宁玉欣，和他父亲同住，签了3年，租期到17年12月。火灾发生后啊，就全部搬离了。所以说，王璐阳、刘荣、宁玉欣，他们是邻居。现在7号楼1801是租客指定要租的，还是你们推荐的？哎呀，算是按他的要求推荐的吧。租客指定要7号楼，说越便宜越好。这样，你把所有的租赁合同给我们复印一份，我们需要做调查。好的，好的。这小区位置偏，再加上去年起过火，都说风水不好，小区里面住的人很少，尤其这栋楼就那么几户人家。这栋楼住户您都认识吗？差不多吧。1501的住户你有印象吗？刘家呀，我对他印象太深刻了。去年发生火灾，是我第1天上班，大半夜是他把10楼和6楼的人救出来的，其他人都跑了。不行，我的肚子不能动，我扶你下去，辛苦了，大家，慢点，大家，大家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还能走吗？走不了了。我马上来，坚持一下啊！走。小心！那个，来了，不能这样！救护车呢？还等2个路口，先把人送小区门口，节省时间。小心，扶着点。衣服给我，快送医院！
王陆阳、宁玉新、刘荣以前都住在7号楼，可是他们谁都没有提过这一点。宁玉新和他爸住在603，而王陆阳和他前女友何欢住在1001。去年7号楼发生了一起火灾，导致怀孕的何欢去世，宁玉新的父亲也成了植物人，而刘荣对他们的家人有着救命之恩。火灾发生以后，俩人就先后搬离了7号楼。可不久以前，又以情侣的身份租住在了1801，而程建才就死在1801，刘荣还在现场。救命恩人变成帮凶，这对劲儿吗？这个王陆阳很奇怪，你们看这个，何欢和王陆阳的感情很好。去年何欢怀孕之后，两个人就准备领证了，结果还没领证，何欢就去世了。王陆阳怎么可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就和宁玉新相爱，还和他住在前女友丧生的地方？依我看，王陆阳和宁玉新情侣是假，报仇是真。他们特地选择这栋楼杀人，很像是在为当年的火灾申冤。可陈建才和这起火灾有什么关系呢？郑队，我查到那起火灾的原因了。起因是电路短路，但保温板没有添加阻燃剂，才是导致火势失控的核心原因。程建才在保温板上偷工减料，事后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没有阻燃剂，为了节省成本，拿人命当儿戏啊！相关部门追查了1年，最近终于发现程建才才是那个罪魁祸首。但陈建才是刘荣的丈夫，刘荣为什么要和其他2个人一起杀害自己老公呢？刘荣前夫的死，会不会和那起火灾有关系啊？那不可能。刘荣的前夫尹浩瀚在火灾前就失踪了，而且陈建才也不认识尹浩瀚。火灾，尹浩瀚，您和尹浩瀚是怎么认识的？接触过几次，但不是特别熟。陈医师，你去查一下尹浩瀚和程建才之前有没有合作过什么项目。晶晶，你去问一下程彩云，看程建才之前有没有在冷库工作过的经历。好的。开始吧。宁玉新，火灾的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。我知道你父亲为什么会在医院里，也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需要钱。你们3个人里，只有1个人能回家。我希望是你。我更希望你父亲睁开眼，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你。我知道刘荣对你有恩，也知道你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，但是人要为自己考虑。你们那不叫同盟，叫同伙。同盟赚钱大家一起分，而同伙分的是刑期。犯罪有的时候就在一念之间。我希望你能考虑清楚。宁玉新，如果你不是主谋，那我劝你最好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。如果他们比你先说了，那主动权就不在你手上。那个提前回家的人也未必是你了。宁玉新，你爸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好不容易毕业了，他能依靠你了，难道你要一直在这儿待着吗？我不想让我爸失望。谢谢你给我扎头发，从小到大没有别人给我扎过头发，都是我爸。我说，我没想杀他，我就是想和王陆阳做个局，要点钱。我知道他们恨他，但他们不是坏人，坏的只有程建才。你怎么去年刚从那儿搬走，
今年又搬回去了。那地方现在可没什么人敢住吧？房租便宜呗。便宜？便宜怎么才租1个月啊？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兜里能有几个子儿？反正我就寻思着随便租个房子骗点钱。那要是骗到了呢，那接着租呗。你为什么骗钱？我女朋友她爸是植物人，那治病需要花钱啊。都为你女朋友啊？你恋爱脑啊？那不是警官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人要跟我过一辈子，我作为一个大男人，我得负责到底啊！负责到底？你要真负责，他能被靠到隔壁啊？王洛阳，我问你个别的事吧，你和林玉欣什么时候谈的？就过年那会儿。那么前女友何欢呢？谈了多久？10年。10年。我和我老婆结婚也刚好10年，孩子还很小。如果我老婆怀孕的时候被一场大火搞得1尸2命，我会恨所有人，包括我自己。你恨你自己吗？恨。当年我和我老婆为了要这个孩子做了很多努力，我觉得我老婆特别不容易。何欢是未婚先孕，你了解过这方面知识吗？看看吧，5个多月成型了。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先有了孩子，那么大的火，200多级楼梯，跑快了怕伤着孩子，跑慢了自己也没命。他才走了1年多，你就图便宜和别的女人搬回去。你是该庆幸你前妻把房租给打下来了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个人。我说，是我把他家叫来的。程建才是凶手，他杀了尹浩瀚，导致了那场火灾。荣姐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？这是我收来的，我充上电发现这个屏保，这应该是姐夫的手机。荣姐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吧。我可能找到杀害姐夫的凶手了。浩瀚哥临死前编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给你的，但是没发出去，保温材料有问题，是程建才杀了他。2氧化碳，低温，密闭空间，移动。黛玉，王洛阳和宁玉欣交代了，他们就是因为那些火灾聚在一起。那刘荣为什么要杀程建才？尹浩瀚的死和程建才有关。王洛阳在修理手机的时候，意外拿到了尹浩瀚的手机。程建才之前在文景路的冷库工作过，他当时是负责运输生肉。我知道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了，就在冷藏车里。冷藏车内，那些用来保鲜肉类的干冰升华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，所以他的尸体上既有中毒迹象，又有冻伤。另外，冷藏车内那些吊挂的肉类，随着车的不断移动，也在不断的击打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尸体上会出现这些擦痕。因为是冷藏车，所以进入冷库并不奇怪。他的尸体在被冻住之后，又被迅速地转移到了冷库之中，所以他的尸体上会保存了2个环境内的冰晶。所以程建才手上的冻伤是他去冷库抛尸的时候形成的。而程建才为何会在1801情难自禁？那是因为他被下了春药。他在和王洛阳搏斗的过程中，因为药物作用，心跳加速，行动不便，这才让王洛阳有了绑住他的机会。他被击打过很多次，最后被按摩棒戳的那一次是直接致死原因。如果是反复击打，那根按摩棒上不应该留下那么规整的指纹。
或许按摩棒上的指纹是被擦掉之后重新印上去的。好了，郑队，让死人开口的事儿我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该你让活人开口了。我要报警。尹浩瀚是我弟弟杀的。那你怎么现在才报警？我弟弟已经死了，我又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刘荣一定是知道我弟弟杀了尹浩瀚，所以我坚信我弟弟一定是刘荣害死的。刘荣她对我弟杀了她丈夫这件事怀恨在心。刘荣这个贱人，从她接近我弟开始，她就为了报复我弟在做准备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你们要什么证据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。我把这些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为了让刘荣得到审判，我要他后半辈子都坐在牢里。曹彩元，站住！你已经涉嫌隐瞒犯罪事实，现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。尹浩瀚死亡的真相，我们已经告诉你了。程建才的死，我也希望你给我们一个真相。是我把他们喊来的，他们需要钱，所以我提议做一个局，让程建才拿钱，而我也能借此机会问出真相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程建才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，他只是为了报复我。骗！还说你们不是一伙的，我都没告诉你刘荣的手机号吧，你就把他带来了，你们就是在合起伙来骗我。放你娘的屁！要钱是吧？我没有，他有套房子就在这栋楼里，你们管他要啊？那是我跟尹浩瀚的家。你的家？你是谁的老婆呀？亏我他妈还那么爱你，我等了你2年呀！现在倒好，你和别人合起伙来骗我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该问为什么的是我。你为什么杀浩瀚？因为我翘首以盼，为你而来呀。那个花是你送的？是。他当时知道是我在送花，也知道保温材料是我动了手脚，可他居然敢去举报我，他可真是个好人啊！你说他这么好的人，我不杀了他，怎么跟你在一起？哎，还有件事你不知道，当我那天晚上发现你还在为尹浩瀚难过落泪的时候，我就他妈彻底死心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结婚吗？我他妈就是想报复你，还以为我是真的爱你，真他妈可笑！我把你想知道的全都告诉你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你一句话都没有听懂，这就是他妈我在报复你！我恨你！我就不应该把这些都告诉你，我应该让你一辈子都蒙在鼓里，这样你一辈子才都是个可笑的笑。啊，满意了吗？开心吗？是不是想杀了我？你来呀，来！为什么擦掉按摩棒上的指纹，又把自己的指纹印上去？他们已经够可怜了，惩罚我就好了。
我是看到何欢一点点没的，我也见过王璐阳在急诊室门口哭成那样，我知道他有多难过，我也知道宁玉欣这1年过得有多苦，我不怕坐牢，让我付出代价，我心里还好受一些，也能让我对得起尹浩瀚。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在我人生最幸福、最甜蜜的时候，尹浩瀚死了。在我决定接受程建才，并且打算跟他走完余生的时候，得知了他杀害我前夫的消息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觉得可笑吗？我恨程建才。我恨他为了自己的爱不择手段，恨他的欺骗，恨他的冷漠，恨他杀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我用他的钱来弥补宁玉欣和王璐阳，用他的死来弥补我对浩瀚的愧疚。刘荣，你后悔吗？后悔自己被恨冲昏了头脑。不，是我爱上了他。